这里是全中国唯一用数字命名的县城寿县，这里也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。在我的身后就是寿县的古城墙，它是咱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，比云南的大理古城还要早200多年。这里也是《芈月传》当中春申君黄歇的封地，也是全世界豆腐的发源地。今天阿波就带你一起走进我家乡的安徽淮南寿县古城，走吧。寿县呢，历史上叫寿春，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因楚王为春申君贺寿而得名。他在历史上曾经4次为都，10次为郡，是春秋时期的蔡国、战国时期的楚国、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国，以及东汉末年袁术的大陈国的国都。从这个门进去之后呢，就是寿县古城的瓮城了。万一呢有敌军进攻，打破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那么就会进入到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瓮城里面。瓮城呢，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陷阱。当敌人以为自己攻城成功的时候，会发现呢，旁边那里呢还有一道坚固的城门，把自己困在了这里。这里呢就是歪门加斜道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伏击在城上面的一些守城的士兵，就会在上面同时放箭杀敌。这就是古代的瓮中捉鳖。据说成语瓮中捉鳖呢也是这么来的。从这个门再穿过去，我们就能够抵达寿县古城的里面了。我们沿着脚下的这条石板路呢往前走，就会看到中间的这条石板呢有一条深深的凹槽，这个呢也是古代的独轮车碾过的痕迹。可想而知，在古代这里的人流量、车流量究竟有多大。关键是截止到现在，这里呢还保留了以前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中国大多数的古城都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，这里的古城现在还是车水马龙，还有很多的电瓶车从这里来来往往。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寿县古城的城墙之上，真的是满满的历史感，有种一眼千年的感觉。这里风吹过的地方都是文化，脚走过的地方皆是历史。大家看一看城墙下面的这条河，这条河就是护城河了。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古城的护城河有它这么宽的。在护城河的边上，这个呢就是古城墙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一眼根本就望不到头。而在城墙的里面就是瓮城，瓮城下面呢有个门叫做宾阳门，宾阳门的对面有一栋楼，那个呢就是宾阳楼了。瓮城也就是瓮中捉鳖的意思。站在这里，你能够感受到古代那种战场上的烟火气息。怪不得以前古人有句话说，在寿县这个地方，如果南人得知，则中原失去屏障；如果北人得知，则江南失去咽喉。所以这里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那边呢有一块碑，上面写了淝水之战的古战场，带您去看一看。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的发生地就是在这里。当年前秦的80万大军来势汹汹，号称可以投鳖断流，结果呢却被东山再起的谢安、谢贤叔侄领导的8万东进军打的是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。所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也是来自于这座古老的城市寿县。这座古城除了有军事防御功能之外，它还有防洪的功能。你们看，这上面呢有2块碑文，上面的一块记载的是1954年的时候，最高水位线达到了25.78米；下面的一块呢是1991年的时候，最高水位线达到了24.46米。听当地的老人说当年城外呢是洪水泛滥，城内却是安然无恙。不仅外面的洪水进不来，就连内涝的时候，这个古城都设计了解决方案。那么在它的西南和东北角各有一处清代修建的月坝，每当城内在涨大水的时候，那么它的水呢就会通过这里的涵洞排到城外去。而当城外涨大水的时候，它的涵洞又会自动关闭，防止洪水倒灌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这里的防洪排涝的方面就已经非常的先进了。寿县古城的全长呢有7.1公里，一共有4座城门，分别是宾阳门、通淝门、定湖门和晋淮门。这些城门呢各有自己的特色和功能。东门呢就是我身后的宾阳门，寓意着每天迎接的嘉宾是万物敬仰的太阳，象征着希望和光明。西门呢面对寿西湖，取名定湖，寓意稳定和安宁。北门唤作晋淮，希望淮河平静安静，象征着和平与安宁。南门商贸繁荣，宾朋四海，取名通淝，寓意着贸易的畅通和文化的交流。
这些寓意不仅体现了寿县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来到寿县古城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食：大救驾、淮南牛肉汤或者是豆腐宴。如果这些都不适合你，可以到古城东门外当地人开的这家牛市坎火锅店来美餐一顿。这里的菜啊都是手工菜，能够吃出小时候妈妈的味道。他们家的手工大肘子，火锅里面烫肘子，我还是头一次吃呢。过瘾。成都火锅的标配糖油糍粑，他们家的呀都是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，现场制作。就连虾滑，他们都是用这样黑虎虾的虾仁现场制作。你可以自己锤，也可以让服务员帮你锤，保证的就是一个新鲜。你看，关注阿波，我的家乡淮南寿县，欢迎你。我带父母来北京了，妈爸，你们开不开心？开心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波。今天呢，我要带父母呀出一趟远门，去北京旅游。去北京呢，也是我爸跟我妈一直以来的梦想。而我呢，做旅行工作啊，已经4年了，也从来没有机会带上父母一起去旅行。这一次呢，我要带他们去看一看天坛、天安门，爬一爬万里长城，实现他们多年的心愿。妈，马上去北京了，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检查一下身份证、充电器，都不要忘记带了，然后马上就出发了。妈，你不要上来了，不要动。开始上车了。我们是5车8座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北京了，在北京的人呀可真多。我们现在呢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带我爸我妈先去吃北京烤鸭。下午的话带他们去天安门广场，已经全部都预约好了。怎么说？鸭胸，鸭胸哦。最酥的地方在白糖吃的啊。哦，我还以为是鸭屁股呢。把它肉放中间，两边一起折，这就可以了。来，爸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好不好吃啊？这就是好吃。做了导游这么多年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给自己的父母做导游讲解。爸妈，你们往这里看，那里呢就是天安门城楼了，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，更加的壮观，对不对？对。天安门城楼为什么叫天安门？就是承天启运，受命于天。所以古代的时候，皇帝在颁布圣旨，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天安门城楼前面的这条马路，你看还有很多人在那边骑自行车，等会我们也去骑一下。这条路呢就是长安街，我们在国庆阅兵的时候看到很多壮观的场面，都是在这条街上。妈，你看那里，熟不熟悉啊？熟悉啊，在电视里也看过的。那就是新闻联播里面经常出现的人民大会堂。你看它整个建筑呢像一个3字形，也是整个天安门广场最高的一栋建筑，代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人民的利益重于泰山。爸妈，你们往左边看，这里呢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了，它是为了纪念当年保家卫国的牺牲的人民英雄们。这个碑呢，它是在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，也代表人民英雄啊，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要记住他们。那就是他们想上去的那个，有点比较搞孩子。对。那就好汉坡啊，佛到长城，长城非好汉。咱去的不就那吗？它这很大，比故宫大4倍。你看这，估计每天可能都有1、2万人来这里。这是佛像阁，俺们这票里面有佛像阁的，咱们上去看看。那，这我们电视上面看到的奥运会啊比赛就搁这里面比的，你看场上多大。那上面，你看那上面，电视就能上去了。在站到那都看北京的夜景啊什么的，都能看。对。